我没什么事需要找您帮忙。今天是你和方二小姐设的局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想知道自然会知道。王爷知道了又如何？我们没做错什么。萧成宇气笑了，这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坏蛋在防着。他忍不住伸出手掐了一把魏玲珑的脸蛋，咬牙道：我是想帮你，防着我做甚？谁知道你是真好心还是假好心？魏玲珑翻了个白眼儿。我把随身的信物都给了你，你还怀疑？见到玉佩就等于见到我啊？那我可不敢要。说着就要拿出来还给他。萧成宇急忙制止。我既已送了你，就不会收回，好好带着。今天之事我会帮你摆平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魏玲珑又是一愣，心里只觉得不踏实。自己跟楚王又没有交情，只不过见过几面，他这样对自己难免让人生疑。王爷为何如此待我？因为我要娶你做楚王妃。轰的一下，魏玲珑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，嗡嗡作响。他难以置信望着萧成宇。啊？你……萧成宇知道有些唐突，但他不想隐瞒。这么些年，自己从未对哪个姑娘多看一眼，可是眼前的小丫头却让他魂牵梦萦。他不想让她受到一丝伤害，他想时刻都能看到她。再者说，等小丫头跟丞相府亲事解除，说不定有多少人对她虎视眈眈呢。所以先下手为强。我知道这样很冒昧，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不过时间不能太久，因为楚王府女主人的位置已经空了太久了。他从未想过嫁人的事儿，自从回到京城，他就是一门心思想要退婚。至于以后找个什么样的夫君，他根本就没想过。这古代三妻四妾的，他可接受不了。他宁可孤独终老，也不会在后宅陷于女子间的争斗。谢谢王爷的厚爱，但玲珑所嫁之人，必须要遵从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否则我宁可一辈子不嫁。若世人容不得，我也可找一处山林避世不出。哼，正合我意。啊？什么？皇上会允许你？皇兄不会勉强我做不喜欢的事。皇帝管得了吗？萧成宇都25了，皇帝和皇后嘴皮子都磨薄了，他就是不成亲。说轻了不吱声，说重了甩袖子走人。魏玲珑一时竟不知道要再说什么。先吃饭，尝尝这个，趁热吃。魏玲珑一顿饭吃的食不知味，心情复杂。一直到萧成宇把他送回侯府门口，他还浑浑噩噩。下车吧，慢慢想。不许接受别人的提亲，让我知道你应了谁，我便废了谁。强盗！说罢跳下马车跑进侯府。萧成宇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声音里都带着欢快。进宫。影音心里也乐开了花。楚王府要有女主子了，主子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马蹄声哒哒哒，轻快地朝着皇宫跑去。而此时的丞相府却闹翻了天。何丞相手持马鞭，对跪在地上的何玉就是一顿抽。丞相夫人得知消息，跌跌撞撞地跑来，哭喊着拽住何丞相的手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你会把他打死的。哎，造孽呀！我怎么生了个你这么个不争气的？父亲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您说怎么办呀？你现在问我怎么办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院子里的女人还不够多吗？还去惹得方家的？现在好了，不仅魏玲珑看到了，把柄还落到了人家楚王的手里。哎，老爷，您就不要再埋怨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把方家二小姐接进府不就行了？哎，那方二小姐区区一个庶女，妄想嫁过来做正妻，哼，做梦！看在她怀了何府的血脉，纳了也无妨，反正那个孽障后院也不差这一个。何丞相还是不甘心，他要亲自上侯府赔罪。于是何丞相扭着何玉到了永定侯府。
魏玲珑到家已经把事情说了，一家人正齐齐整整坐在春晖堂，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下人来报，丞相求见。哼，来得正好，我去会会他。魏玲珑和魏明阳跟在后面跑过来偷听。何丞相进屋，先是一脚踢在了何玉小腿，何玉一个踉跄跪在地上。侯爷呀，下官教子无方，惭愧呀。丞相请坐吧。等何丞相落座，何丞相，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咱两家就算了吧。何公子与方家二小姐两情相悦，更何况还有了你丞相府的骨肉，于情于理也不能做棒打鸳鸯之事。这是你家的信物，那归还于你。稍后我会让人跟你去拿回我家的玉佩。魏青山说罢，拿出丞相府的那枚玉镯。侯爷，这亲事下官不同意退。方家二小姐虽然与这逆子有了继父之亲，但是我儿可以纳她为妾。自古三妻四妾也属正常，但这正妻之位只能是侯府的千金。不要废话，这门亲事儿本侯爷退定了。走，咱们去找陛下评评理。妹妹，我估计这下子亲事能退了。御书房里，皇帝正襟危坐在龙椅之上，萧长宇靠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陛下，臣当年贪杯酒醉后，将小女定与丞相府公子，可那何玉整日游手好闲，后院妻妾无数，如今又与礼部侍郎的庶女有染，甚至有孕，臣怎能将女儿嫁给他呀？请皇上做主，臣要拿回定亲信物。皇帝看向何丞相，哎呀，陛下呀，自古官宦世家，高门富户，谁家没有妾室通房啊？臣不同意退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不退也得退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强扭的瓜不甜，丞相大人这是想把魏小姐捆绑起来，跟你儿子拜堂成亲。本王记得赏花会那天，魏小姐亲口对贵妃娘娘说：“吾宁死，你就不怕喜事变丧事？”皇帝在赏花会上见过魏玲珑，对他印象深刻，尤其是那一句“吾宁死”。最令他惊奇的是，自己这宝贝弟弟居然关心起别家的婚事，还跑过来让自己下令退了这门亲事。联想那日在赏花会上他的表现，皇帝好像窥见了天大的秘密。要是他果真相中了魏玲珑，论家世，魏青山是纯臣，忠君爱国；论容貌，魏玲珑可称得上绝色无双。这要真成了，不失为一桩美事。可看那魏玲珑颇有个性，自己这弟弟能不能抱得美人归，还未可知。不怕，大不了朕一道圣旨赐婚，谁敢不从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这是你两家的私事，朕本不该过问。但涉及到朝中重臣，朕不想你们闹得两败俱伤。既然魏小姐宁死不下，以朕看，这亲事就算了吧。陛下圣明，谢陛下隆恩。何丞相张口结舌，皇帝都这样说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皇上，礼部侍郎求见。这是商量好了呀。礼部侍郎方弘礼踉跄着进来，伏地叩首。陛下，求您给臣做主啊！丞相公子何玉玷污了臣的女儿，臣没脸见人了。魏青山赶紧起来，退到了一边。事情解决，舒坦了，现在就剩下看戏。丞相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小儿做了错事，就该承担。臣当择吉日将方二小姐纳进府。方弘礼一听“纳”字，顿时就不高兴了。丞相大人，小女虽是庶女，但也不能与人为妾。哎呦，好大的胃口啊！还想当正妻不成？哼，他也配！方大人，区一个庶女，还想当我儿的正妻？是你儿子有错在先，若不然，我女儿可以嫁入别家，做正头娘子。那就去嫁呀，谁拦着你不成？我女儿怀了你家骨肉，你想不认吗？御书房里，他二人吵翻了天，其余三人看得津津有味，就差来包瓜子，边嗑边看了。直到方弘礼又砰砰叩头，
皇帝才收起了眼底的神色。二位爱卿，这是你两家的私事，朕不便干涉，有事好商量吗？何丞相一听，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，合着刚才退亲的时候不是私事呗。行了，你们还要做儿女亲家呢，不要伤了和气，回去商量吧。陛下，两人还想让皇帝说句话，怎么还想让朕管你们饭呢？两人慌忙拱手行礼。臣告退。告退。何丞相和方弘礼就这么华丽丽被请出御书房。你还不走？皇帝目不转睛看着萧承宇，萧承宇慢吞吞起身，拽拽袍子，迈着4方步走出去。哎，没大没小的。还不是您宠的。哼，也就仗着朕疼他。魏青山趁热打铁，亲自到了丞相府走了一趟，换回了玉佩。何丞相气得脸色铁青，抓起还回来的玉镯摔了个粉碎，忍不住又抄起鞭子抽了何玉一顿。何玉哭爹喊娘刚被抬走，方弘礼又找上门来，两人很快便商定好婚事。丞相府下了300两银子的彩礼，还有几件金银首饰、5匹绸缎，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品。刘姨娘知道后哭闹了好一阵，没想到女儿还是没能逃开做妾的命运，又走了自己的老路，她万分痛心。秀发和白色裙摆一起在风中飘扬，像一朵绽放的百合花。她终于得偿所愿，心也放松下来，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。春兰和凌霜在石桌旁坐着针线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自家小姐。世子。春兰一眼瞧见了魏明泽进院子，忙和凌霜起身屈膝行礼，老远就听见了妹妹的笑声，她嘴角微扬。她觉得亏欠这个妹妹，所以总是给她带些小零食，时常来梧桐院来看看她。魏玲珑跳下秋千跑过来，大哥，你没去上场？急什么？摔了怎么办呢？魏玲珑满不在乎的一笑。今天我休沐，特意出去给你买了真味斋的点心，你尝尝。魏玲珑接过点心，谢谢大哥。打开油纸包，一股甜香扑鼻而来，拿起一块咬上一口，酥酥脆脆。好吃。喜欢吃，大哥再给你买。好。等大哥下次休沐带你去郊外游玩，可好？好啊，大哥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下次哪天休沐？看他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样。好，大哥忘不了。这时绿珠从外面跑进来，小姐，门房来报，方大小姐来找您了。快请她进来。绿珠跑着去接方青兰。大哥先回院里了。魏玲珑点头称好。魏明泽走到半路，迎面见绿珠领了一妙龄女子过来，女子黛眉杏目，尽显温婉端庄，他禁不住多看2眼。世子。方青兰才得知对面是侯府世子魏玲珑的大哥，他不敢直视，低头见礼。青兰见过世子。玲珑正在等你，快去吧。说罢抬脚离去。方青兰只觉得声音清朗醇厚，带着沉稳，平白让人生出好感。兰姐姐，好些天没见你，可还好？还好，还要谢谢妹妹的点拨，果然好用。我母亲重新得到掌家权，父亲态度也变了。那就好。方青兰从小桃手中拿过一个锦盒，递到魏玲珑面前。我闲来无事，绣了一些帕子什么的，送给妹妹，妹妹别嫌弃。魏玲珑赶紧接过，轻轻打开。啊，好漂亮！兰姐姐，你手艺太棒了，我好喜欢。我还怕你不喜欢呢，现在放心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姐姐说什么呢？我简直太喜欢了。两人相谈甚欢，最后魏玲珑邀请方青兰一起去游玩，说等魏明泽下个休沐就去。方青兰欣然应允，又颇是遗憾，要是再带上乐安公主就好了。好，到时候让人给她捎个信儿。王冰燕买通的那个闲汉
倒是给他传递了几次消息，让他掌握了靖王外出的一些规律。靖王喜欢去龙香酒店吃饭，去品茗阁喝茶，再不就是去醉花楼听听曲儿。王冰燕决定行动，他跟王氏说出去买些胭脂水粉，便带着彩霞出了侯府。王冰燕假装逛街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彩霞都有些累了。小姐，是不是今天他不出来了？再等等。忽然他眼睛一亮，来了来了。他赶紧整了整装，迈步迎了上去。彩霞则十分识趣，躲在了一边。靖王今天约了户部尚书家的公子孙有才，想要去品茗阁坐坐。他正昂首走着，迎面一个姑娘哎呦一声摔在了他脚下，吓了靖王一跳，低头却见姑娘正望着他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脸上似有痛苦之色，真是我见犹怜。靖王的小心脏被狠狠戳了一下。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小女子没事，妨碍到王爷走路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哦，你认识本王？王爷仪表堂堂，全京城谁不认识您啊？不知你是哪家千金？小女子是永定侯夫人的侄女儿王冰燕。哦，靖王心下一动，那不就是魏玲珑的表姐妹了？倒是可以认识一下，好探听点消息。王小姐，本王看你摔得不轻，不如先随本王去品茗阁坐坐，等恢复些再回府可好？王冰燕扭扭捏捏的同意了。靖王扶着王冰燕，一瘸一拐上了品茗阁2楼雅座。靖王殷勤的给王冰燕斟上茶水。那王小姐你尝尝，这品茗阁的茶可是有名的。果然好茶，茶汤醇厚，回甘悠长，令人唇齿留香呢。见王冰燕小脸绯红，更添几分颜色，不由心生荡漾。靖王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？一看王冰燕便知是来投怀送抱的。他见王冰燕长得清新雅致，别有一番风情。王府里的那些妾室，还真没人能及得上她。王小姐这般美貌，可有婚配呀？王爷，小女子还未曾婚配。伸手勾起她的下颌，色眯眯问道：你看本王如何呀？王爷。说音拐了9曲18个弯，靖王哪儿受得住啊？当即又搂又抱。王冰燕假意拒绝：王爷不可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怕什么？你要是跟了本王，本王必不会亏待于你。你虽做不成王妃，封个侧妃也是可以的。王冰燕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可能做得成正妃，只怕侧妃都不够格。当他听到靖王说可以封她做侧妃，暗喜又欲擒故纵。王爷，小女子自知身份低微，怎堪做王爷的侧妃？你放心，本王说行那就行。小姐，您在里面吗？在，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。王爷，我的丫鬟找来了。靖王顿觉扫兴，松开了手。王爷，这里多有不便，燕儿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您啊？拿着，你想见本王，就去靖王府找来福。说着，舍下一枚平安扣，交于王冰燕。王冰燕接过，揣入袖中，恋恋不舍，行了个万福礼，整了整衣衫，开门出去。王冰燕走后，靖王起身去了另一间茶室，孙有才正在等候。小娘子沉鱼落雁，王爷艳福不浅呐，可尽兴了。想跟本王玩欲擒故纵，早晚会自己送上门来，成为本王盘子里的菜。那是当然。本王倒是看永定侯的嫡女不错。哎呦，那小娘子可是辣得很啊。辣才合本王的口味儿，像方才这位要了也就是个玩意儿，那魏小姐可不同，如若跟本王一条心，必能成大事儿。那就预祝王爷抱得美人归了。梧桐院，院中烛火渐熄，漫天星光下，梧桐树巴掌大的叶边都镀上了银边，在夜风中摇曳，
魏玲珑已经歇下，只留屋檐一盏灯还亮着。他不知道，此时萧成宇正闷闷坐在树杈上一动不动。影一影二隐于之夜间，大气不敢喘。主子都坐半个时辰了，倒是去跟未来王妃打个招呼呀，要不是白来了吗？终于，萧成宇身形舒展，轻飘飘落在院中，无声无息。他双足轻点，跃身就到了屋里。他刚想绕过屏风，里屋一道身影快如闪电冲了出来。萧成宇急忙侧身避过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是我。这丫头速度太快了，只是好像没有内力。魏玲珑听到声音，又闻到淡淡的龙涎香，才确定了是萧成宇。他点燃蜡烛，微弱的烛光映在萧成宇冷峻的面庞上。魏玲珑却在他眼睛里看到了委屈。听见屋里有动静，又见灯光亮起，林霜从厢房出来，隔着门问：小姐，您没事吧？需要奴婢伺候吗？无事，我只是喝口水，你去休息吧。魏玲珑双手环胸，微怒：王爷这是拿我的闺房当菜市场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萧成宇暗暗生气，没心没肺的小东西，难道就半点不想我？他坐到椅子上，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盏茶。魏玲珑默默翻了个白眼儿，还真当自己家了。我来要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感情这小丫头根本没往心里去啊，就是我要娶你做楚王妃的事。哎，我给忘了。其实真不是忘了，魏玲珑只是觉得楚王妃这个称呼太高大上了，她胜任不了。虽说楚王帮过自己不少忙，也长在了自己的审美上，还权势滔天，哪个少女不怀春？可她深知，但凡跟皇室沾边，谁家的日子不是鸡飞狗跳？经历了上辈子的打打杀杀，她只想手里攥个来钱的道，能维持她闲余的生活就行。那你现在考虑，我就在这儿等。王爷，您看上我哪儿了？我改。无需改，只要是你。魏玲珑瞬间觉得头顶像炸开了一朵烟花。我有那么好吗？龙儿，在我眼里，无人能及你半分。萧成宇抿嘴轻笑，起身将他揽入怀中。乖乖的，什么也不要想，等我十里红妆来娶你。魏玲珑心里乱得很。哎呀，别搂搂抱抱的，你快走吧，让人看到了不好。萧成宇知道他是答应了，难掩激动。好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说罢，又使劲抱了他一下，抬脚要走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什么事？这月25，我大哥休沐说带我去郊外游玩，我约了方大小姐。你进宫的时候告诉乐安公主，她想去的话就来找我。萧成宇应下，魏玲珑猛灌了2口凉茶，平复一下心情。她重新躺在拔布床上，睡意全无。其实初见萧成宇，她就被深深吸引。又经过后面的几回事情，不知不觉也是入了心的，只是自己不想承认罢了。要不就试试。魏玲珑一宿迷迷糊糊，半睡半醒。用过早饭，魏玲珑去春晖堂给老夫人请安，王氏也在。玲珑请祖母安，请母亲安。一副大家闺秀的做派。瞧瞧咱家玲珑，知书识礼，又长得貌若天仙，不知道便宜了谁家去。就是呢，如今和丞相府的亲事也退了，该相看人家了。玲珑不嫁，就陪着祖母。说什么胡话呢？哪有女子不嫁人的道理？咱们侯府门第也不低，瞅瞅这几个孩子，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泽儿一天只知道公事，卖给了衙门；杨儿呢，文不成武不就，天天跟一群纨绔厮混在一处。还有个燕儿，虽说不姓魏，可毕竟从小养到大，婚事也该替他张罗了。唉，你别怪老婆子多嘴。冰燕虽说在侯府长大，但毕竟不姓魏，门第高的人家肯定不愿许以正妻之位，门第低的又觉着屈了他。我看呀，你得询问一下你兄嫂的意思，可别自作主张。近些天来，他也瞧出来了，王冰燕变了，跟自己也不再亲近。
整天不是关在竹香院，就是带丫鬟出去闲逛。王氏知道她心高气傲，可毕竟她不是侯府嫡女，即便借侯府的事，顶天也就是嫁个小官之家，做个正室夫人。而玲珑作为侯府嫡女，势必会高价。两相对比，王氏心里担忧，到时候王冰燕会不会心生怨怼，最后落个养来养去养出仇的结果。此时魏玲珑低头不语，他想着若是萧成宇来提亲，一家人会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被吓到。跟丞相府退亲的消息传出去，怕是家里门槛都得踏平喽。祖母，您还是和母亲快些给大哥二哥寻个媳妇儿吧。你大哥都快24了，跟他一般大的，人家孩子都会念3字经了。王氏越说越发坐不住，他起身。哎呀，我呀得去找找相熟的夫人们，可不能由着他了。说罢行礼告退，风风火火地走了。到了25这天，魏明则休沐。魏玲珑前一天就让丫鬟们收拾好了要带的东西，吃的用的一应俱全。一大早，太阳初升，方青兰和乐安公主就到了。3个人上了最大的那辆马车，丫鬟们上了另一辆车，带的东西放在了第3辆马车上。魏明则是骑马。魏明阳知道了，也要去，骑马跟在了马车旁边。王氏让王冰燕也跟大家一起出去散散心，他推脱说身子不适，拒绝了。魏玲珑心想，不去正好，不是一路人，玩不到一起去。你用什么法子让我皇叔成了信使？那天我都以为听错了。那个偶然遇到的，就顺便让他给你带个口信儿。哼哼，我皇叔是什么人？他都不近女色，能随便听你差遣？还有啊，那天在赏花会上，他让我去给你解围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堂堂公主殿下，怎么和大婶一样，喜欢扯闲篇儿，小心变成长舌妇。乐安见他转移话题，哼，你不说，我也早晚会知道。方青兰见2人笑闹，安静的在一旁笑呵呵的看着。魏明则骑马跟在车外，不由蹙起了眉头。妹妹何时跟楚王扯上了关系？楚王年纪比自己还要大1岁呢，而且城府颇深，自己娇软可爱的妹妹可不能让他算计了去。车内的魏玲珑全然不知，自家大哥已燃起了戒心。一路上，3个姑娘说说笑笑，魏明阳大喊一声：“哎呦，咱们到了，几位小姐下车吧。”哇，好漂亮啊！乐安公主第一个惊呼出声，但见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在晨光下仿佛披着薄薄的轻纱。3个姑娘兴奋地扑进大自然的怀抱，在草地上笑着跑着。此刻什么笑不露齿，什么淑女步，全部抛到脑后。魏明泽和魏明阳指挥着仆人们把东西搬下来，并在草地上支起了一个凉棚，免得一会儿太阳高了会热。在里面架起桌椅，还带了小泥炉和木炭用来烹茶，还有中午野炊的一些食材和瓜果点心。魏玲珑3个人带着丫鬟们彻底放飞了自己，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笑声，像3只出笼的小鸟。大哥，若是知道妹妹这么开心，早就该带出来走走了。以后你少跟那些人出去混，也关心一下妹妹。妹妹这些年独自在永州，都不敢想是怎么过来的。知道了，大哥。蓝姐姐，乐安，咱们去歇会儿吧。好。3人回到凉棚下。公主殿下，方小姐，快坐下歇息一会儿吧。谢谢世子。方青兰心下不由感慨，世子看着清冷，岂料如此细心，对魏玲珑的关爱实在令人羡慕。方青兰今日穿了一身浅粉色的襦裙，衬得肌肤莹润，眉眼如画。魏明泽不由多看几眼。哎呀，眼前就是大好的姻缘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大哥二哥，快都过来坐吧。魏明阳一屁股坐在了魏玲珑旁边。哎呀，妹妹，一会儿二哥带你们去划船怎么样？魏玲珑和乐安公主连声说好。我怕水，
我就不去了。好，那兰姐姐就别去了，让大哥在这儿陪你。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。等看清马上坐着的人，魏明则霎时就像刺猬一样竖起了浑身的刺。来人正是楚王萧长宇和侍卫影一。萧长宇跳下马，大踏步朝着这边走过来。所有人都站起来躬身行礼。见过楚王殿下。萧长宇轻嗯一声，眼睛瞄向了魏玲珑。魏玲珑从看到他的那刻就垂下头，生怕别人看出端倪。魏明则跨步上前，正好挡住了萧长宇的视线。楚王殿下怎么这么闲呢？本王正好路过此处，看到你们在此，便过来看看。乐安跟你们在一起，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？公主殿下乖巧懂事，怎会添麻烦？哼，没话找话，非要拿我做法子。这里又不是通天的大路，路什么过？傻子都不信。楚王殿下，我们想去划船，你去不去啊？魏明则狠狠瞪他，真想要把他拖出去胖揍一顿。有人觊觎自家妹妹，还给人家搭桥呢，是不是傻呀？他不想要这个二傻子弟弟。魏明阳注意到大哥冷飕飕的眼神，莫名其妙挠了挠头。我这哪句话说错了？魏玲珑想笑，又不敢，忍得难受。楚王殿下日理万机，哪有功夫去游船？你以为像你一样没事干？好。乐安公主瞠目结舌，仿佛被雷劈的。啊！皇叔啥时候喜欢凑热闹了？莫不是让人夺了舍？无奈，凉棚里只留下了魏明泽和方青兰，其余4人去划船了。丫鬟们也跟去了湖边。魏明泽的眼睛追随4人，心中恼火，不由向屁股上扎了草，坐立难安。方青兰何等聪慧，看出了里面的猫腻。世子，稍安勿躁。玲珑不是一般的闺阁女子，她凡事有自己的主见，她聪明理智，不会让谁骗了去。魏明泽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，气自己竟不如方青兰通透。让方小姐见笑了。只因玲珑从小不在侯府长大，我们都觉得亏欠于她，生怕她受丁点儿的伤害。我看出来了，不过有些事不用太过执着，血浓于水，珍惜当下就好。一番话让魏明泽安定下来，对方青兰更添了几分好感。他抱拳：惭愧，惭愧。那4人到了湖边，岸边只停靠着一艘小船，没有篷，比独木舟稍大些，勉强能容纳4个人。魏明阳一个箭步率先跳上船：来呀，快上来！玲珑，我害怕。萧长宇一跃上船，船身丝毫未动。魏明阳崇拜的眼睛冒星星。萧长宇朝着乐安公主伸手：上来。乐安公主咬咬牙，抓住皇叔的手。萧长宇轻轻一带，人已经到了船上，岸上只剩下魏玲珑。他撩起裙摆，挪步刚想往船上跳，萧长宇一个飞身下来，抱起魏玲珑，又落到船上。众人都懵了。乐安公主委屈巴巴看着自家皇叔：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方才自己分明是被甩上来的，真是重色轻侄女！哼！这男女授受不亲，怎么还上手抱上了？岂有此理！大哥，咱们中午吃烤鱼。好，大哥这就让人去弄。乐安公主跑到方青兰身旁，叽叽喳喳的说着湖里的风光。方青兰给她拢了拢鬓边碎发：先坐下，慢慢说。今天我给大家烤鱼吃，谁去找2块帛的石板？影一听未来王妃有需要，都没有征求萧成宇的意见，马上跳出来：属下去找。比我还积极呢，到底是谁的手下？影一抱着2块石板飞快地奔过来：魏小姐，石板来了，属下已经清洗干净了。妈呀，差点把王妃2字给喊出来。谢谢，干得好。影一邀功似的看向了楚王殿下，萧成宇回他一个白眼：来，妹妹，我来帮你。萧成宇有眼色的拿过来一张交椅：龙儿，坐。魏玲珑欠了欠身，
萧成宇立刻把交椅塞过来，魏玲珑一屁股坐上去，头都没回。谢谢。在场众人集体石化，龙儿，这称呼是他们能听的吗？是楚王殿下该叫的吗？魏明则蹙眉，牙都要咬碎了。唉，可惜没带盐，没有辣椒，没有胡椒，没有烧烤酱，没有柠檬。旁边的萧长宇支棱着耳朵，也没听明白他嘴里叨咕的是什么，只感觉他的口气很遗憾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公子小姐们，布置一下，要开饭啦！快尝尝，味道如何？两个人矜持地放进嘴里，慢慢咀嚼。好吃，太美味了，太美味了。就是缺了盐，有些清淡了。要是他们知道龙香酒店是我开的，该作何感想？萧成宇依然面色不改，对于魏玲珑会厨艺，他不意外。毕竟京城顶级的酒店他都开的，区区烤个鱼算什么？原来那天萧成宇发现韩慕云和魏玲珑有眼神交流，怀疑他们是熟识，便让颖儿特地去调查了一番。魏玲珑才是龙香酒店的幕后老板，既然他不想让人知晓东家的身份，他便不会揭穿。只要他跟那个韩慕云没有其他纠葛就好。玲珑，以后咱们常出来玩，可好？当然可以了，只怕你们日后有了夫君，就用不着我啦。说的两人都红了脸。方清兰偷偷看向魏明泽，正撞上他漆黑的双眸，他倏地低下头，脸更红了。哎呀，只怕母后是不会允许我经常出宫的。哎，皇叔，要不我住到你府上去吧？想都不要想。哼，皇叔脾气就是怪，王府里连蚊子都是公的，一天天冷个脸，难怪找不到媳妇儿，活该。魏玲珑兄妹三人送走乐安公主和方清兰，正要进府，瞧见王冰燕袅袅婷婷地走来。魏玲珑起初并不排斥她，同在侯府，互为表姐妹，本应和睦相处。怎奈经过赏花会的事，魏玲珑对她心存芥蒂，王冰燕也有意疏远自己，所以两人并无交集。大表哥、二表哥、表妹。魏明泽点下头，没说话。哟，这是叫你跟我们出去玩，你偏不去啊？你这是去哪儿玩去了？我出去买了点胭脂水粉。魏明阳眼睛扫了一圈，也没看见丫鬟手中拿着什么。他刚想追问，魏玲珑在后面偷偷拽他一下。他这次还算机灵，明白过来，没再开口。看王冰燕稍显慌乱，咱们快进去吧，祖母和母亲该担心了。兄妹三人先要去老夫人那儿报道，王冰燕不好不去，也便一起到了春晖堂。看见几人欢欢喜喜的回来，老夫人放下心，便打发他们各自回院。回到梧桐院，魏玲珑把绿珠叫过来，你悄悄打听一下，表小姐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奴婢知道了，小姐。翌日，王氏和魏玲珑又到春晖堂请安，娘仨闲聊，又聊到了魏明泽的婚事。母亲，您觉得兰姐姐如何？礼部侍郎家的嫡女，她倒是没注意过。上次方清兰来侯府找魏玲珑，王氏并没有见着本人，不过能和女儿交好，应该错不了。只是礼部侍郎方弘礼宠妾灭妻这事儿，他一直有所耳闻，和这样的人做亲家，心里膈应。可他父亲宠妾灭妻，而且他家那个庶女又给何玉做了妾，这岂不是又与何家拐上了关系啊？母亲，方大人在家事上糊涂，在大事上想必能审时度势。况且如今方夫人已经重掌中馈，能攀上咱侯府门第，方大人高兴都来不及。兰姐姐善良聪慧，知书达理，而且她年方17，跟大哥年纪也般配。据女儿观察，大哥对兰姐姐也颇有好感。婚姻大事，两情相悦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别的都是其次。玲珑说的是，泽儿娶的妻子以后可是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最重要的是品性好。至于他父亲宠妾灭妻，日后有咱侯府撑腰，谅他也不敢。那稍后问问泽儿的意思，要是他同意，咱就托了媒人去提亲。等到魏明泽晚上回家，王氏将他叫到了锦绣院，当着父子二人，王氏提了此事。方弘礼那厮，我很是看不惯。父亲，
母亲，儿子心悦方小姐，请父亲母亲成全。夫妻二人顿时傻眼，果然如玲珑讲的，自己这不开窍的儿子当真看上人家了。侯爷意下如何啊？好，择日找媒人去方府提亲。隔日，王氏亲自到礼部尚书家跑了一趟。他跟礼部尚书夫人孟氏关系不错，正好是方红礼顶头上司的夫人，也好说话。孟夫人是个爽快性子，一听就乐了。哎呦，媒人可是积德行善之事，这活儿啊我接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保证啊，让你把儿媳妇娶回家。那感情好，事情办成，我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一言为定，你可别反悔啊。两个人说说笑笑间，媒人就找好了。孟夫人也不耽搁，下午就去了方府，给二位道喜了。方红礼和江氏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懵。妾身不知夫人因何道喜。我今日前来是给你家嫡女做媒的。江氏一听又惊又喜，兰儿都17了，还没有婆家，一直是江氏的心病。今日尚书夫人亲自上门保媒，可是莫大的殊荣。小女何德何能，竟劳动夫人亲自登门，实在是感激不尽。不知夫人所提的是谁家？我保的是永定侯府的世子魏明泽，现在刑部任郎中之职。这魏世子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，还洁身自好，前途不可限量的。你们两家呀，若是结成了秦晋之好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方红礼在心中掂量，永定侯虽说脾气不怎么好，然在朝中威望极高。前些天他家嫡女和丞相府的亲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可见何丞相极不愿退亲，就想跟侯府搭上关系。自家女儿嫁过去，可就是世子夫人了。将来若是承袭了爵位，对自己大有裨益。哎呀，确实是一桩美事，多谢夫人。这门婚事确实是极好的，但还需跟小女商议一下。您请稍后，妾身这就去问一下小女。本应如此，你快去问，我静候你的家宴。方青兰自郊游回来，总是有些魂不守舍，连小桃都看出来了。小姐，您哪儿不舒服啊？奴婢怎么看您茶饭不思的？我哪里不舒服了？休要乱说。小桃心中猜出几分。小姐莫不是看上了什么人，让您牵肠挂肚？我看你是越发没规矩了，竟敢拿我打去，是不是想讨打啊？奴婢不敢了。这时江氏挑帘进来，主仆二人慌忙停止打闹，给江氏见礼。母亲，有事吗？永定侯府世子托人上门提亲，你可愿意？他愣在那儿，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是他让人来提亲的？他也是喜欢自己吗？小姐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看着女儿羞得红彤彤的小脸儿，还有那压不住的嘴角，江氏哪儿还有不明白的？那母亲就应下这门婚事了。有劳母亲了，果然是女大不中留。就这样，算是女方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双方合了庚帖，乃上婚。另外准备了68台聘礼，挑了个吉日送去方府。方红礼笑得嘴都要咧到了耳朵后面。就这样，王氏又找人选了吉日，最后双方商定，婚期定在了8月20，距离大婚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。两家都开始忙碌起来。魏玲珑心里高兴，大哥终于有了心爱之人。他琢磨着要送些什么当做贺礼，最后决定给二人定制一对玉佩。魏玲珑带着春兰和凌霜出了侯府，来到珍宝阁，掌柜一眼认出了魏玲珑，急忙迎了出来。哎呀，魏小姐光临，本店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掌柜的客气了，我今天来是想定制一对玉佩。嘿，小姐慧眼，咱们珍宝阁在京城那是数1数2的，不知道您要定制什么样的玉佩呀？我要一对寓意夫妻和睦、白头偕老的玉佩，料子要用最好的，必须是同一块玉打造而成，要能合在一起。哦，晓得明白，请小姐放心，珍宝阁有手艺最好的雕刻师傅，保管让您满意。掌柜的，这可是我们家小姐送给大哥的新婚贺礼，要是做得不好的话，有你好看。小姐尽管放心，本店定全力以赴。事情谈成，魏玲珑不想多留，让春兰留下了20两定金。主仆3人刚要离开，
楼梯上下来一人，魏小姐请留步。竟是影衣。魏小姐，我家主子有请。萧成宇在此作甚？他让2个丫鬟在楼下等，自己随影衣上楼。主子，魏小姐来了，请进。萧成宇站在窗前，背对着房门，听到魏玲珑进来，他转过身。龙儿，好久不见。哪有好久？这小丫头真是不解风情。他踱到魏玲珑身前，低头盯着她的眸子。一日不见，如3月兮。魏玲珑猝不及防，瞬间小脸涨得通红。这次情话张嘴就来，哪是传闻的那般？他拉魏玲珑坐下，给她斟上了一杯香茗。没想到王爷竟是珍宝阁的东家。哼，聪明。很少有人知道珍宝阁是楚王府的产业。那王爷为何要告诉我？因为你将是他的女主人，在你面前，我不想有任何隐瞒，对你没有秘密。魏玲珑又一次被甜蜜暴击，就说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表白？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。萧长宇轻笑出声，忍不住伸手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口不对心的小丫头，除了我，你谁也不能嫁，你只能属于我。你是强盗吗？为了你，做强盗又如何？魏玲珑只觉心脏突突直跳，她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家伙打动了她罢了，不能逼他太紧，早晚他会开窍。你今日来珍宝阁，可是有什么需要？我大哥与兰姐姐定下婚事，我想定制一对玉佩，当做新婚贺礼送给他们。你放心，我会吩咐下去，做好了给你送过去。那就多谢楚王殿下了。谢什么？以后都是你的，随便你怎么处置。对了，你喜欢什么，尽管去拿。这天没法聊了，他是想用身外之物砸晕我吗？趁着还没有丧失理智，魏玲珑带着丫鬟离开了珍宝阁。萧长宇看着小丫头落荒而逃，眼角眉梢全是笑意。他让影衣把掌柜叫上来，又仔细叮嘱了一番。掌柜出来，偷偷把影衣拉到了一边。哎，王爷是怎么了？对这等小事如此上心？你呀，长点眼色。魏小姐以后可是咱们王妃娘娘。哎呦喂，小的记住了。魏玲珑离开珍宝阁，上了侯府马车，马车扬长而去。剑王站在街对面，正巧瞧见魏玲珑，他双眸微闪。魏玲珑与小舅舅的婚约已经作废，自己得跟母亲去商量一下，尽早上门提亲。锦华宫，何贵妃摆弄着涂了扣丹的玉手，脑子里盘算着晋王的婚事。上次赏花会上，她看中了户部尚书的嫡女孙悦，论家世样貌才情，孙悦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户部尚书手里握着大梁的财政大权，若与之联姻，对晋王是极大的助力。娘娘，晋王殿下求见。快请殿下进来。晋王阔步迈入内殿。儿臣给母妃请安。今天怎么有空来母妃这儿了？来，快坐。晋王直起身子，撩袍落座。母妃，儿臣如今也到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想请母妃示下。哦，难得你主动提起此事，可是有了人选？母妃，儿臣看中了永定侯府嫡女魏玲珑。何贵妃一听，立刻沉下脸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魏玲珑刚与你小舅舅解除婚约，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已经动了这样的念头，难道整个京城就她一个女子不成？母妃，儿臣就是看上魏玲珑，请母亲成全。不准！他指着晋王，恨铁不成钢。当日在赏花会上，你也看见了，赏得再好有何用？他太桀骜不驯，恐怕你不能驯服于他。母妃和你外祖父都看中了户部尚书家的嫡女孙悦，若能联姻，对你日后的大业也能添几分助力。改天母妃求你父皇下旨赐婚。孙悦不就是孙有才的胞妹吗？理论说确实不错，不过他对魏玲珑势在必得。母妃，儿臣自然愿意和尚书府结亲，但魏玲珑儿臣也要。待日后时机成熟，他们将成为儿臣的左膀右臂。唉，母妃怕魏玲珑不会如你所愿呢。母妃不必多虑，此事儿臣亲自去办。梧桐院，一大早，梧桐树上落下了2只喜鹊，瞪着乌溜溜的小眼睛，在树枝上蹦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他们的叫声引得赵嬷嬷出去进来的嘀咕：喜鹊登枝，怕是要有喜事啦。您快给我讲讲，会是什么喜事？莫不是小姐好事将近？那感情好，咱家小姐早该有个好归宿了。哎呀，
你们这几个丫头啊，比我这老婆子还操心。不过依我看，必定府里会有好事。魏玲珑坐在窗后梳妆台前，春兰给她挽着头发。院子里的对话，魏玲珑听得一清二楚。阳光洒在她凝脂般的脸上，勾勒出她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！管家慌里慌张，小跑着进了院子。何事？啊，晋王殿下上门提亲了。哎呦，果真是有喜事呢！魏玲珑眉眼不由冷了几分，起身抬脚就往前厅走。赵嬷嬷见魏玲珑似乎不高兴，赶紧收起了笑。前厅里，魏青山和王氏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晋王会亲自带着礼物来提亲。魏青山对晋王没什么好感，也不想女儿嫁入皇家，嘴里却还要迂回的。殿下亲自登门，真是天大的荣耀。不过这亲事还要问过小女，要她自己做主啊。正在这时，王冰艳花枝招展跑进来。殿下，您怎么没说一声就亲自来了？她含羞带怯，一副见到情郎的扭捏模样。这一下看得魏青山和王氏目瞪口呆，心下狐疑，什么情况？晋王眼神闪躲，有一丝慌乱，随即稳住心神，眼带警告。不知这位小姐是？王冰艳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好似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她竟然装作不认识。王冰艳如坠冰窟，羞愤屈辱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啊，她是妾身娘家侄女，名唤冰艳。冰艳，还不见过晋王殿下？民女王冰艳见过晋王殿下。免礼。王氏见王冰艳这副样子，强压住火气。这里没你的事，先退下吧。王冰艳早就站立不稳，便急忙行礼告退，踉跄着跑出大厅。迎面正碰上了魏玲珑，王冰艳恶狠狠瞪了魏玲珑一眼，一下就明白过来，原来她经常去见的是晋王。魏玲珑到了前厅，臣女见过晋王殿下。当日在御花园，本王便对魏小姐一见倾心，今日特来府上求娶，还望魏小姐成全本王的殷切之意。玲珑感谢晋王殿下的厚爱，只是殿下身份尊贵，玲珑高攀不起，还请殿下莫怪。晋王脸色微变，但还是坚持。本王爱慕小姐许久，入了王府，本王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玲珑心意已决，还请王爷莫要强求。晋王没料到魏玲珑丝毫不留余地，心中恼怒，语气也生硬起来。魏小姐当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小女已经表明心意，请殿下莫要纠缠。晋王刚要发作，大门外有人尖声高喊：“圣旨到！”随着一声圣旨到，内监总管马瑞昂首挺胸走进正院。他扫视一眼院子里堆放的礼物，又看了一眼晋王，马上明白当前的状况。马瑞暗自佩服，楚王殿下还真是棋高一招，直接求了陛下的赐婚圣旨。也亏得陛下宠爱，得知楚王有了心爱之人，放下手中公事，拟了这份圣旨。也幸亏自己马不停蹄赶来宣旨，早了一步。若是晋王也去请旨赐婚，一个弟弟一个儿子，陛下就该头疼了，花落谁家也未可知。此刻侯府所有人除了魏明泽和魏明阳没在府上，全都到了前院。老夫人领头跪听圣旨。晋王以为是何贵妃去请了圣旨，嘴角挂上志在必得的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朕之胞弟楚王萧承宇，年已及冠，德才兼备，文韬武略，朝野贤养。魏氏玲珑乃永定侯嫡女，名门闺秀，贤良淑德，知书达理，一范出众，其性情纯善，温婉可人，与楚王乃天造地设之良缘。朕特颁赐婚之诏，则良辰吉时，晚此佳配，望二人婚后举案齐眉，相濡以沫，携手同心，共担家国之责。
布告天下，先使闻之，钦此。晋王听完圣旨，脸色大变，他豁然起身，厉声质问：什么？马总管，你是不是念错了？晋王殿下，咱家的每字每句皆是按照陛下所拟，绝无错漏。父皇为何给皇叔赐婚？咱家不敢揣度圣意，还请晋王殿下莫要为难咱家。魏小姐，请接旨吧。走！望着甩袖离去的晋王，王冰燕心如刀割。本以为晋王是冲自己来的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却装作不认识。说好的要请旨封自己为侧妃，原来晋王想娶的却是魏玲珑，那我算什么？魏玲珑，他为什么要回来？本该都是我的，是他改变了这一切。皇上如今又把他赐婚给楚王，那楚王是皇帝的胞弟，深得圣宠。魏玲珑嫁过去就是楚王妃，原本想着入了晋王府能压他一头，谁料我又被踩到了泥里，凭什么呀？此时魏玲珑也被这突来的圣旨惊到，萧承宇这厮真是出人意料。魏青山和王氏同样满脸惊愕，自己的女儿怎么就入了皇室的眼，一个两个都来求娶。在魏青山看来，晋王面善心冷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；楚王面冷心也冷，狠辣无情，哪个也不是良配。然而圣旨已下，不接就是抗旨，他也不敢拿何府上下的命来赌。看到一家三口呆在当场，又提醒道：魏小姐，接旨吧。还是老夫人镇定。玲珑，臣女接旨，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把圣旨交到了魏玲珑手中，马瑞笑呵呵看向魏青山。恭喜侯爷觅得佳婿，那咱家就先告退了。马总管请慢走。魏玲珑含笑塞到马瑞手里。有劳马总管跑这一趟，辛苦了。马瑞不着痕迹捏了一下荷包，里面应该是张银票，不由心里称赞：魏小姐果然是心思通透，进退有度，难怪得楚王殿下青眼。他不敢怠慢，这可是未来的楚王妃，他可惹不起。魏小姐客气了，这是咱家分内之事，往后若是有需要咱家帮忙传话的，尽管吩咐。说罢，踏着小碎步出了侯府。老夫人自小看着魏玲珑长大，了解她的脾气，见她接了圣旨，便知她是愿意的。女儿啊，父亲母亲莫要担心，既然圣旨已下，这便是女儿的命数，也算是荣耀门楣。况且楚王并不像世人眼中那般冷酷无情，女儿也是愿意的。母亲只是怕你受委屈，皇室规矩多，不比家里自在。玲珑啊，若是以后楚王敢欺负于你，父亲就算拼了这爵位，也要为你讨个公道。谢父亲母亲关爱，玲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这时魏明泽兄弟俩回来了，见魏玲珑手中明晃晃的圣旨，魏明阳好奇地问：哎，妹妹，这是？陛下下旨将你妹妹赐婚给楚王殿下。什么？那天我就看他心怀不轨，还真是贼心不死啊！魏明泽面沉似水，自家的好白菜真要是让猪拱了。楚王心思缜密，城府颇深，妹妹怎斗得过他？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魏明阳梗着脖子嚷嚷。魏玲珑偷笑，同时又颇为动容。哥哥们把自己当作珍宝护着，生怕自己受到伤害。混账东西，你俩敢违抗圣旨不遵吗？这大哥二哥，楚王人很好的。那厮分明就是个大灰狼，这么容易就把宝贝妹妹的心给骗走了，可恶！这是好事，你们就不要多虑了，咱们玲珑可不是能吃亏受气的。呀，这圣旨也没定日子，玲珑的嫁妆也得准备起来，还有泽儿的婚期也近了。哎呦，事情太多了。
嬷嬷，快跟我去库房看看。说罢，他心急火燎，带着钱嬷嬷走了。王冰燕颓丧地回到竹香院，进屋便扑在床上大哭。彩霞只得轻声劝解：“哎呀，小姐，您小心您的身子。晋王殿下他又没有说不给您侧妃之位，您还是有希望的。”王冰燕这才止住哭声，想想也对，反正自己左右当不成正妃，只要能进晋王府，总是比嫁到小门小户好。王冰燕反复思量，觉得还是要抱紧晋王这棵大树，寻到机会，她要去找晋王讨个说法。小姐，夫人来了。姑母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知姑母所问何事。你是我养大的，我还能不了解你？你哭什么？直接问就是。你和晋王怎么回事？王冰燕自知瞒不住了，扑通跪在地上，掩面啜泣。姑母，我和晋王两情相悦，我们已经……不过他答应纳我做侧妃。你简直不知羞耻！王氏一听，气得身子颤抖。这10几年怎么养出这么一个蠢货？两情相悦，姑且不说你们私相授受对与不对，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他为何要装作不认识你？为何不光明正大的求娶你？姑母，晋王殿下是真心喜欢我的。糊涂！你可知晋王身边美妾如云，他不过是图一时新鲜，他不是良配。从今日起，不许你与他再有来往，我会尽快为你寻一门亲事，叫你嫁出去。姑母，我不要嫁给别人，我只喜欢晋王殿下。王冰燕苦苦哀求。由不得你，你若是还念着我的养育之情，就听我的话，我断不会害你。王冰燕见王氏态度坚决，心里的怨恨再也压不住。姑母的亲生女儿就要做王妃，我就要随便找个人嫁了，凭什么？姑母可真是偏心啊！到底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王氏一下愣住。哎呀，当真是养来养去养出仇啊！好吧，你的事我无权干涉，我会通知你的父亲母亲，把你接回家。王冰燕话一出口，马上就后悔了。姑母，不要，冰燕没有怪您，你不要把我送回去啊！